不是说说而已，这两家大型媒企是齐上黑名单。这一次，中国态度是异常强硬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国际上最为热点的持续性的事件，莫过于美国炒作中国无人气球，并且出动战机将其击落一事。虽然在事后的10多天内，这美国白宫已经开始承认中国气球飞入美国领空是意外，并且承认随后的3个不明飞行物与中国无关。但是，美国政府却以中国无人气球为由，将6家相关的中国企业列入了黑名单，也就是不可靠的实体清单。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做法，这次中国那是没忍着。这外交部宣布，鉴于美方滥用武力、过度反应、升级事态，并且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，中方坚决反对，并且依法对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，坚决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。事实上，中国这一次那可不是说说而已，相关部门的动作很迅速。在外交部宣布的第2天，中国商务部发布通告，决定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、雷神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，并且做出了以下处理措施：第一，禁止这2家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；第二，禁止这2家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；第三，禁止这2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境；第四，不批准并且取消这2家企业高管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以及停留居留资格；第五，对这2家企业分别处以罚款，金额为各自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2倍。这5条处理措施可以说是条条致命啊！那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第1条以及第5条，其他的咱们不多说了，一看就明白。首先从第1条开始，这条处罚看似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对于上述2家公司而言，那算得上是最致命的。因为这2条处罚等于包含稀土出口。了解军事武器的朋友都清楚，美国的高端武器大多需要用到稀土，而全世界具备稀土深度加工能力的只有中国。而这就意味着，上述这些美国军火商们想要研制 F-35战机、核潜艇、驱逐舰、高精度制导导弹，那这些都需要用到稀土，并且找不着替代品。现在中国禁令一出，洛马以及雷神公司想轻而易举到中国购买稀土，那恐怕是不可能了。其次是第5条，这2家公司对台军售加起来最少有几十亿美元，按照2倍去处罚，那至少100亿被罚没了。假如他们不肯出手，中国也有办法整治，那大不了强制执行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公司。好了，事情是差不多说完了。最后呢，再说一下个人的看法。很显然，从这次做法来看，我国相关部门那是动真格的了，态度可以用异常强硬来形容。毕竟，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从事进出口，本身对我国也会造成影响，但是高层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严惩上述的美国企业。基于此，我认为这种做法除了是对等反制以外，也是想告诉美国一个态度：咱中国不惹事，但中国也不怕事。你们想玩硬的，那就看谁先服软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